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那今天我们又要继续来玩喷笔啦，应该已经是第3集了。回顾之前的1、2集呢，我们觉得还要再让大家知道一个资讯，就是在更了解喷笔的结构到底是怎么样。前几周就把这个东西寄到一个金属加工厂，我把它密封起来了。然后呢，我要做什么？就是要把它剖半。什么叫做剖半呢？给镜头看一下。那我们借由这个剖开的喷笔呢，来认识这个喷笔的结构，那你就会知道它的作动原理呀，然后怎么清洗保养，还有经常比较容易坏掉的耗材到底有哪些。那透过这个认识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喷笔容易坏掉啊，或者是容易卡东西啊，怎么延长它的寿命之类的。那这个回合结束以后，我们再进入实战篇。那喷笔呢，它最关键的地方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喷杯。那这个喷杯呢，就是你颜料倒进来的时候呢，它就会储存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你颜料倒进来的时候，这个颜料不会溢得到处都是呢？那到时候你仔细看，这里有一个白白的，这个是一个铁氟龙的密封环。前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喷嘴，那透过这2段，它把它紧迫住，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喷针是顶住的，所以你的颜料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它都不会乱流。那什么情况会乱流呢？就是这个密封圈，你已经把它捅到变形了，或者是说长期老化，它已经松掉了。所以呢，第一个我们有可能需要的耗材，这个密封圈。那第二个呢，就是喷嘴的这个地方。喷嘴呢，因为你常常喷不同的颜料，那你有时候喷亚克力啊，有时候喷金属啊，有时候喷珐琅漆，有时候喷硝基漆，没有洗干净的时候，颜料就会残留在这个位置。那颜料最多残留的地方，也就是这一段。那假设你常常没有洗干净，最容易坏的就是这个密封圈跟这个喷嘴，还有呢，喷针我们常常摔到，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这3个东西的耗材，那就可以确保你的喷笔它的寿命是可以非常的长的。那前面这个皇冠型的喷帽啊，或者是圆筒型的喷帽，这个东西主要的目的呢，除了是保护喷针，还有让空气可以排除嘛，就是你进喷的时候空气不会逆流。那就是各种不同造型的喷帽的功能。好，再来呢，这个是按压旋钮。那大家看到这个按压钮按下去的时候呢，它下面会有一个弹簧，把它顶下去。那空气呢就会从这里进来，空气就从这里上来。那上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这里有做一个人体工学的支撑座，就是让你的手指头放在这里的时候比较轻松。那它同时呢也是气道，那你看空气就会进来这个气道，然后呢透过这一条这样子跑来这里，然后从这里会有气道，然后你的漆从这里流出来的时候呢，透过这个气道就会产生一个雾化效果，因为它的这边的面积比较大嘛，体积比较大，然后密封压缩到一个小小的地方让它出去，就会产生压力差，这个时候就会雾化。那后面其实没有什么，后面就是锁喷笔的支撑座，然后这个控制旋钮呢，就是一个行程的压缩而已，就是说你这个喷笔在按压，你想要往后拉多少，然后它这里有一个 lock， 就会把你锁住。
那其实有没有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你用喷笔用的熟不熟练。其实如果你这个控制得很好，没有这个也没关系。大致上应该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透过分解图来稍微比较一下整个拆卸的状况。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小喷嘴，它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有时候漆呢就是残留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喷帽呢，它有一点点积漆，其实不影响的。然后呢，这一个第二节，这个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你这一颗拆掉的时候啊，你的空气呢就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形成一个压力，那到时候喷漆啊就不会是喷漆了。就会像喷水一样，就是你尿尿滴下来的时候，然后有一股气把它吹起来，这样而已，就不会有那种雾化很好的效果。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喷针啦。那常常以前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喷针会坏掉，然后这个就是按压钮，然后这边就是固定喷针的底座，还有它往后拉的这个行程，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控制喷针形成的控制钮，这个外壳没有什么。好，那这个我们把它转过来正面，那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有没有？这个小小的洞就是这里啦，就是这样子洞过来这里，空气就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压力枪就是在这里。所以整个雾化效果就是靠这一段。好，那透过刚刚的结构介绍，相信大家对喷笔已经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那这边我们先顺道提一下，那一定有朋友会发现说，我手上的这支喷笔啊，怎么会是黑色的？我们一般卖的呢是这个银色的这一款。那其实我们本来当时要推出这两个颜色都想推出，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黑色的电镀啊，遇到了各种困难，然后导致这个电镀呢，如果要一整支这么漂亮的话，它的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才先贩售这个一般版。那有机会稳定这个制程啊，让它量产更顺利的时候，或许我们再推出黑色的纪念款。那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呢，其实是我们最早研发的版本。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喷杯啊，当时是比较属于这种一半的胶囊的这种圆圆的。那后来呢，我们改成比较这种，这比较像子弹型吧。然后这个子弹型呢，就是比较不会积气在周围。那这个圆弧的这个胶囊啊，我们在洗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漆都会停留在这边。所以我们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喷笔的外形调教到一个非常流线，然后好握的一个状况，就是它有喷笔的支撑座，然后有一个子弹型的喷杯，皇冠型的喷嘴，然后可调式尾杆。在一个1000出头入门的喷笔来说呢，这真的是已经非常的值回票价，而且还有耗材组合包，我都不知道卖你一支喷笔，什么时候可以等到你们买第二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实战喷涂的部分吧。那第一个我们先试喷保护漆，因为我之前这个摆饰有拿去电镀嘛，然后贴了这个水贴，我想喷看看这个保护漆的效果怎么样。它这个保护漆很特别。一般的保护漆喷下去啊，那个电镀感会消失。可是这个保护漆喷完，你还是感觉这个是电镀的，有没有？很厉害。那如果你的东西有送去电镀啊，像我这个是玉电管电镀的，然后它有出这个光泽透明红。那我们第二个来试一下这种光泽的透明红喷漆的这个感觉。那这个光泽红呢，喷起来的这个透明度啊，非常的好，就跟我们一般以往用的那种透明漆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个的饱和跟细致度都非常的高，而且它不会盖掉原本的电镀光泽，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我们在喷漆的时候呢，经常会用补土检查，然后这个是玉电馆老板特别帮我调的这个补土液。那我特别希望就是偏白色一点，补土喷完呢，你再喷一些彩度比较高的颜色，就不会被影响。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补土它非常的细致绵密，然后遮盖力非常的好，而且其实它的薄度非常的薄。你看这些刻线的这些痕迹啊，全部都还在，然后遮盖力很好。你喷一层，轻轻扫一下，你看这个饱和度就很高了。那假设有瑕疵，也可以一眼就看出来。所以有人迷失说一定要用灰色的，其实还好，这个颜色对我们来说反而更方便后续的制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试喷一个纯色的机械人的灰色，然后这个也是玉电馆老板帮我调的。然后大家在喷漆的时候啊，要记得，通常啊，它一开始给你的浓度都会比较高，那你要记得去调一点溶剂啊。那你如果没有调啊，你直接喷吼，就是你看周围会有这种雾雾的东西，或者是喷枪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这个力道要很大力的那种感觉，就是浓度太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稀释一点再喷，会更顺。那通常我们喷一层漆以后啊，它就会有点这种湿润的感觉。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漆面呢是属于一个平滑漂亮的状况。那你如果想喷第二层，你要等它稍微干再喷。这个颜色的遮盖力也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喷的时候呢也很好喷，很顺，就是要这种感觉，喷出来的漆才会好看。那这个稀释的比例大家就要自己抓一下，不是喷枪不顺，就是你那个浓度调得太高了。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浓度调得比较粗糙，你看它的那个雾化效果啊，就会有点比较颗粒化，那喷出来就不会这么亮。它喷出来就是这样雾的，这个时候就是浓度调的有点偏高。那等一下呢，我们要喷高光示范给大家看，那就直接拿这个比较浅的灰色，然后我们这样加一点点，让刚刚的这个主色的灰啊的颜色亮一点，来试喷高光。然后打高光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这个漆稍微再稀一点点，就可以薄喷。那时候我们在喷漆的时候啊，我们希望这一条沟附近啊颜色深邃一点，然后旁边呢打得稍微高光一点，有点渐层。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比较浅一点点的灰色，有没有？带一点点这种，然后让这个颜色呢，它是有点渐层的变化，就是这边比较浅，然后到这个沟是比较深的，然后我们转过来呢，这边也是稍微扫一下，让它有点浅深浅的这个变化。那打高光在线上面打光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刚刚我们做的是后置高光嘛，那有些人也喜欢做预制阴影或者是后置阴影，那就是在这种比较深邃的沟啊，可以跑一些比较深的颜色，先让它跑起来。那我们来示范一下。那直接喷在零件上会比较危险一点，我们可以先在这个不重要的地方先试一下这个拉线的这个感觉。那一般我们在做预制阴影的时候呢，其实你不用追求到非常的极细，因为你等一下喷面的时候呢，这个色差就会出来了，然后它也会有一点点遮盖到原本的这个灰色，所以你的预制阴影呢，大概控制在这个有一点点粗度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你要预制或者是后制，都可以透过重复的叠色去呈现你要的效果。那即便是这种便宜的喷笔啊，你要做预制或者是后制阴影，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等一下呢，我们要示范要喷金属漆，但是呢，大家会想说，要喷金属漆，我拿这个光泽保护漆要做什么？
今天要教各位一个撇步，在你喷金属漆之前你把这个光泽的保护漆薄喷在零件上，让那个零件呢的表面是更咕溜的。那到时候喷金属漆，你就会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新成银的效果怎么样？那它有2款，一个是新成银，一个是电镀银。那我们等一下都分开来测试，然后也试看看这个喷笔到底能不能喷出金属漆。刚刚我们在试喷这个新成银这个颜色新成银它是很吃底色的。很吃底色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到它在白色的底色下呢，就有点珍珠银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在灰色，它就比较有金属质感。那它在黑色镜面下呢，喷出来呢就会是比较亮的银色。那所以说，取决于你自己要做出什么样的质感，你要去搭配不同的底色。那至少呢，我们也确定呢，这个0.3的喷笔呢，它去喷金属漆其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其实0.3就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尺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喷电镀银这个颜色。那这个 GK 呢，我们刚刚有喷一层薄薄的亮光漆，然后大概让它等了30分钟，干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喷这个电镀银。那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它的表面更平整。那大家都知道，在曲面上，电镀银的发挥效果一定会比平面好。所以你平面如果想要更有金属质感的话，就是先上一层薄薄的亮光漆。大家看刚刚喷完的这个电镀银呢，它会是这个比较雾面的这个效果。然后呢，你放了一点点时间呢，它会慢慢的跑出这个反射的这个效果，就有点像镜子这样的效果。那再放得更久一点点呢，那你看这个就是电镀银的效果，完整的呈现了这个。你看，这个是小江老师摄影师。看得到吗？那我们喷的是这个汤匙，完全没有打磨，也没有处理过的，那效果就这么好了。那大家可以看到左手边的这个电镀银就是完全有这个电镀的质感跟效果。那是因为这个汤匙呢，它一开始就是非常的光滑，接近镜面。那我们喷在 GK 上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你回去喷在零件上，为什么你喷出来的有金属质感，但是没有到镜面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喷的那层保护漆呢，并不够厚，然后没有办法让它形成镜面，然后让它形成这个电镀的这个质感。那如果你有先喷透明漆，把它抛到镜面，喷出来大概就会是类似这样的质感。接下来呢，我要喷这个星辰浅金色，因为其实我还打算代工一台是实体金色的，一台是电镀金的嘛。然后我们测试在这个新成银跟这个电镀银上面，看看这个金色的表现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在电镀银上面喷的这个金色它的这个反射质感还是相当的好，相当的漂亮。然后呢，这一个右边这个在新成银上面的这个呢，它比较偏向比较扎实的那种金，就是其实这两个金呢是各有特色的，那就是完全取决于说你自己喜欢哪一个金色。那假设你要喷出这种电镀效果，你看这种会反射的金，那你可能就真的先需要把底下处理到非常的平顺，才有机会喷出这么亮的金色。那玉电管它出了很多这个光泽的透明系就是这是透明红，然后保护漆。那这一罐呢是偏黄金的质感的，我们也来试喷一下。然后我们给我们那个有牌
伊瓦塔，看看它是否能喷出很漂亮的金色。大家可以看到哈，你喷了电镀以后呢，再去扫这个纯色，虽然说啦，你最后的这个质感呢，没有办法像真实的电镀这么样的金，但是至少它这个质感表现出来了，应该已经算是喷漆等表现的非常极致的一个金了。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伊瓦塔的喷笔啊，或者是我们 MAD 的喷笔，在喷这种金属漆啊这种质感的时候，都可以做出很好的效果。那你看这个是电镀底，然后光泽黄，然后这个是电镀底实体的星辰金，那表现都非常的好。那我今天自己玩这个笔跟这个颜料啊，我自己都玩得很开心。第一次知道原来喷漆可以喷出这种质感。你看，看这个金色是镜面的嘞，哦，实在是受宠若惊。好，那透过这一集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对喷笔都认识很多了。那你也可以看到一把普普通通的喷笔呢，可以帮你喷补涂啊、喷底漆啊、喷亮光漆啊、喷消光漆啊，然后平喷啊，或者是薄喷、喷阴影，都是可以做得到。反正如果你有预算考量，就从一个便宜的喷笔入手。那如果没有预算的考量，当然你喜欢冲那些国外的喷笔，我们也非常的支持。那毕竟工具就是我们玩久了都会变工具控，会越收集越多的。好，那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好，小周老师，那个可以给我带回家吗？这个对，好。那我们要抽给观众。我们多做一个送给观众吧。好，我再去切一把，我觉得是超帅的。一般人家里应该没有办法拥有这种东西吧？那我们现在贩售这个好吧？不然我们来卖不能喷的喷笔，好像不错。好，对，可以卖。对。